皇帝即见相父，为何不拜？相父，万福金安。奸相，迟早有一天诛你满门。哼，忘了告诉你，玉玺在我手里一样好用。你可以凭借一个眼神吓退满朝文武百官，也能让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给你端茶倒水。在外人眼里，你是无恶不作的大奸臣，而原本的你只想做个效忠朝廷的忠臣，可却因为重生归来导致寿元大减，想要活命，只能完成系统的任务。本来一开始任务很简单，可却随着你一次次的完成，这坑人的系统竟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挑战皇帝的底线，以至于全天下的人都以为你要反了。此刻大楚国的朝堂之上，丞相有话好好说。玉座上身穿龙袍的皇帝仅有18、19岁模样，虽是容貌俊秀娇贵，此刻却被吓得瑟瑟发抖。你叹了口气，踩着玉阶向上走，来到龙椅前，竟是伸手拍了拍小皇帝的肩膀。陛下叫臣一声相父很难吗？可是先皇驾崩未满1月，丞相也比朕大不了几岁。跟随着你一声冷哼，楚地眼眶泛起水汽，几乎要被吓哭了。相父，帝终于改口，满朝文武一片哗然。天子认臣子为父，有人暗自窃喜，有人愤愤不平，有人满脸崇拜地望着，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。而这一切，你都无所谓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7君丹上1枚。宿主服用续命丹，寿命增加1月，剩余寿命1月03日。1枚续命丹仅能延伸1个月。系统，下一个任务什么时候发布？发布新任务权倾朝野。任务说明，请宿主炫耀自己的权力，让满朝文武认识到宿主的强大。任务完成度越高，奖励越丰厚。大楚朝堂，我的追随者还不少，权倾朝野应该很容易完成。你过来。丞相有何吩咐？你去御花园牵一匹梅花鹿来。应是。你盯着朕做甚？没什么，我这样站着和司礼太监有什么区别？你正胡思乱想着，就看见山阳胡大臣牵着一匹梅花鹿回来。启禀丞相，还有陛下，臣把梅花鹿牵来了。逆臣，都是逆臣！什么叫还有陛下？竟敢把奸相摆在自己前面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乃翰林院编修李群。我让你去寻一头梅花鹿，你怎么牵来一匹马？李群傻了，朝堂上百官也傻了，就连楚地也忍不住回头，反复打量着梅花鹿，面露疑惑之色。李群还没明白你的意思，小声提醒道：丞相，这确实是一头梅花鹿啊！混账！你敢质疑本相的话？本相分明看它是一匹马，难道本相眼花了？是马，确实是马，小人眼下没看清楚，这确确实实如丞相所言，是一匹上好的千里马呀！御史大夫，你看是鹿是马？此乃上品良驹。郎中令，魏野宗正，你们看呢？确实良驹。诸位大臣，有谁看这畜生是梅花鹿的？站出来！在陛下眼中，看见的是梅花鹿还是马？奸相，你都比他更像一匹马。相父，朕看他也是一匹马。叮！恭喜宿主高质量完成任务，系统奖励大幅提升，12枚续命丹可延寿1年。这奸相羞辱了朕，竟还如此得意。我若不报此仇，妄为楚霸王的血脉子孙。陛下，没什么事就退朝吧。就按相父说的，退朝。相爷回府。恭迎二爷回府。这奸臣排场，哪里是贵我，分明是做给皇宫里的少年天子看的。天下三分，楚霸王立国之战打了近100年，高武世界。二弟，站在家门口作甚？还不进来？大哥范正明的声音传来，身后跟着3弟范纯和4妹范月华。范纯俊朗佩剑，范月华俏丽灵动，躲在大哥身后冲我眨眼睛，做鬼脸。
范家人才济济，唯独我一个文弱书生到了奸相，莫不是给先祖抹黑？二哥，听说你在朝堂上迫得小皇帝管你叫爹，依我看，咱们范家可以起事了，让小皇帝禅位给你。这小子竟是个张口就提造反的主。他要是不同意，我领10万卫戍军直接去攻打皇宫。等二哥当上皇帝，我的名分应该是开国长公主吧？你俩说的什么胡话？都把嘴闭上！推翻旧制，改天换日，此等大事要详细谋划，岂能儿戏？大二弟放心，我范家积蓄之财富已胜过大楚国库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家族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范家这是全员乱臣贼子啊！二弟莫非以为为兄经商多年，只为了给向宁小儿纳税？向宁小儿，我把奸臣系统让给你得了。如果范家造反，为什么是我皇帝？大哥三弟不比我更适合？小妹你觉得呢？二弟，你该是知道我的，我只爱经商，尤其爱看财富堆积如山的画面。二哥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就喜欢打仗，尤其是打胜仗坑杀降族的时候。二哥难道对皇位没兴趣？可惜我是女儿身，古往今来还没出过一位女帝。况且人家只想美美的，然后看一群男人为我争风吃醋。你们3个指定有大病。大哥化神3品，四妹元婴大圆满，三弟化神9品大圆满，曾越级斩杀河道境。楚国最强，除了几个老不死，就是三弟。而我是个凡人。传令下去，将御花园的梅花鹿统统杀了，一只不留。母后，儿臣委屈。你这般胆小爱哭，是怕人看不出你女扮男装吗？儿臣在朝廷上装男子，回到后宫还不能哭一会儿吗？范家的奸贼整日欺负儿臣，儿臣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刚才的侍卫都已看见我儿失态了。太后放心，老奴去就来，左不过是几个金丹期的侍卫，还是从卫戍军选拔出来的，杀了才省事儿。事后就说宫中来了刺客，这几名侍卫都壮烈殉国了。命虎班中郎将范纯去抚慰家属。是。陈公公，你不是说范蠡修为极低吗？朕可以派你去暗杀范蠡。范蠡不是修为极低，而是根本没有修为，他仅是一介凡人而已。那就更容易杀了，对吧？别说是你陈公公这样的河道境高手，就连朕的金丹8品实力，也能用一根手指头碾死他。陛下要老奴杀范蠡，老奴随时可以行动，只是陛下也要做好准备。首先，老奴不可能活着回来，陛下和太后从此少了一名河道期的奴才。其次，富甲天下的范氏商行，大楚最精锐的10万卫戍军都会成为陛下的敌人。杀死范蠡，并不能斗垮范家，否则，即便牺牲陈公公，哀家也一定会让他去办这件事的。难道我会成为大楚的亡国之君？傻孩子，忘记哀家一再催促你努力修炼吗？大楚皇室的底蕴岂是区区范氏可比的？只要你达到元婴境界，就可以尝试开启先祖的神兵封印。只要你解封霸王枪，范氏一门4兄妹注定要成为你的枪下亡魂。母后，儿臣今年内一定修成元婴，然后以霸王枪打败范家4兄妹，重振皇家威严。你有这份志气就好。接下来一段日子不必早朝，闭关修炼吧。正好三弟会盟日期相近，你身为大楚天子，闭关修炼提升实力，群臣也无话可说。母后，儿臣扮男子许久，可否穿自己往日的衣裳修炼？男装穿着实在不舒服。你已是皇帝了，还如此任性。罢了，遂你心愿一次吧。宁儿谢谢母后。皇帝1个月没上朝了，小年纪就旷工，楚国百姓遇上他这样的军中，还真倒霉。去成明殿，进殿后，我喝退太监宫女，搬了把椅子侧坐在御案旁。原主满腹经纶，批阅速度极快。半天后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宿主滥用玉玺，于夜犯上藐视皇威，修复受损根骨，特让宿主根骨受重创，自弄起随丹。这奸贼怎么来成明殿了？还拿着朕的玉玺？睡着了？哼，
空有一副好皮毛，却是天下第一的大奸臣。趁他睡着，我来看看他都上了些什么奏折。蝗灾害民，放粮救民，以工代赞，范雎睚眦必报。啊，这还是我大楚第一奸臣吗？即便是史书上记载的名正奸臣，理政之才也就如此吧。你他妈谁呀？丞相，你不认识我？我应该认识你，你很出名，去给本相沏壶茶。你敢命令我？你凭什么？你区区一个宫女，就算平日是伺候皇帝和太后，今日伺候本相茶水，也不算委屈你吧？你怎知我是宫女？万一我是公主呢？本相熟读皇室图谱，并不记得有位叫宁儿的公主。当今陛下孑然一身，你也肯定不是宫中嫔妃。能在皇宫走动的女子，除了太后，便只有宫女。你敢打我？承明殿随时可能有人进来，你若不伺候本相茶水，如何解释？想让人怀疑你盗窃奏章，又或是与本相有私？向宁笨手笨脚，接连烧坏几壶茶水。等他煮出一壶能喝的，天色已经渐暗。丞相喝茶吧。我瞥了一眼，茶水已经凉了。向宁涨红着脸辩解，都怪你只顾看奏折，我喊你几声也没反应。茶水凉了不能怪我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茶水凉了不能怪你。说着拿起一杯喝了下去，谢谢你，希望下回能喝到你煮的热茶。向宁愣住了，看着我微笑的样子，竟有些失神。他转移话题，幽怨地问：你年纪轻轻，干嘛逼着陛下喊你相父？你不嫌自己被叫老了吗？我一愣，随口道：别看我年轻，给他当爹足够了，毕竟加上穿越前的年龄，我已年过半百。哼奸相无耻。向宁愤愤道。批完所有奏折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发布任务：以军事臣。任务说明：让皇帝服侍宿主，行事不限，根据任务完成度可提高奖励效果。我正琢磨着等向宁出关让他倒酒，忽然觉得口渴，便敲了敲空茶杯。向宁虽不情愿，却还是端起茶壶给我倒满了清茶。刚喝完，系统提示音就来了：经检测到皇帝女装为宿主倒茶，恭喜宿主高质量完成，以军事臣。任务系统奖励加倍，获得特殊体质万族镜像体，宿主无视血脉限制，可修行一切功法，即使用一切异宝神兵，一切种族血人类禁制，对宿主无效化。我呆滞几秒，缓缓看向向宁。宁儿，向宁，这小子居然是女装大佬。向宁被我看得有些得意，以为自己迷住了我，我却没心思多想，只想着修复根骨加上万族镜像体，修炼定能事半功倍。等我批完所有奏折，天已经亮了。向宁看着窗外的阳光，满脸羞恼。朕居然和奸相共度一夜，可看着我满脸疲倦，想到我通宵处理政务，他心中的气又消了大半。这时小太监快跑进来禀报：丞相大人，明朝使臣张居正求见。明使要见本相，还是见陛下？我问道。明使得知丞相在宫内，指明丞相在宫内，指明是为了见您。我心中冷笑，张居正穿越前可是史册上的名人，他奉命来吊唁先帝，却1个多月不面见楚帝和太后，先找我，分明是想挑拨离间，暗示大楚君弱臣强，召他来承明殿。向宁好奇问道：明使张居正，丞相听说过这个人吗？张居正，大明江陵人士，官居国子监司业，从4品下，修行浩然气绝，元婴近1品。我靠着系统情报随口答道：大明无礼，竟以区从4品小官为使。向宁惊道：楚国出使大明的可是9卿高官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放肆这话是你该说的，等明使来了，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打烂你屁股。我可不想让张居正识破他的身份，丢大楚的人。向宁忍下怒火，暗自打定主意，要看我如何应对明使。明使道：随着太监的通报，一位身穿飞袍，气宇轩昂的男子昂首走进殿内，丹凤眼卧蚕眉，美髯垂胸，竟有几分关云长的气度。大明天朝使者，恭佑春芳又余德，兼国子监司业。张居正见过楚国丞相。张居正声如钟鼎。向宁顿时怒了，大明竟敢自称天朝分明是凌驾于大楚之上。他下意识想发作，却想起我的警告，只能强压怒火。我咀嚼着大明天朝4个字，淡淡道：嘉靖帝几时完成了举国飞升的壮举？本相竟然不知道，没有第一时间道贺，真是抱歉。张居正脸色一变，举国飞升是传说，大明怎敢称天朝？他连忙退让，范相见谅，是本使失言了。向宁暗自扬眉吐气，觉得我没给他丢脸。明使求见本相，有何贵干？我问道。确实有大事。张居正从怀中取出一封御简，请范相平退左右。我笑了，示意他不必。张大人不必在意，宁儿是我的人。向宁脸色一红，张居正却信了，瞥了他一眼，暗自鄙视我的品味。随后将御简送上，我和向宁同时凑上前，只见御简上写着劝进表。张居正缓缓道：我大明嘉靖帝承诺，只要丞相废相事而自立，大明将与贵国约为兄弟，永不背弃。我暗自惊讶，嘉靖帝居然蛊惑我造反，可我有奸臣系统，只需完成任务就能续命，何必在乎皇位？况且大权在握，虚名无用。向宁则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只能强忍着，心中满是委屈和担忧。范蠡会不会真的答应？张居正满怀期待地看着我，等着我表态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淡淡道：嘉靖帝文笔不错，这劝进表写的还行，我收下留个纪念。张居正
呆滞了，连忙朗声道：“范丞相劝进表，乃我黄金笔所书。如果丞相收下之后却没有半点表示，恐怕要惹我黄不悦。至于后果，恐怕也非您所能承担。”他搬出嘉靖帝的大承期修为，想逼我表态，我却不以为意，表示当然要表示，礼尚往来嘛。说着随手铺开宣纸，提笔蘸墨，将稍作修改的《出师表》默写出来。落笔时，我只觉得浑身舒畅，想来是洗髓丹的功效。写完后，我吹干墨迹，将宣纸递给张居正。嘉靖帝以墨宝相赠，本相当然要回礼。这篇《出师表》还请明使务必转达给贵国陛下。张居正本以为我在耍无赖，可展开宣纸的瞬间，一股磅礴文气直冲云霄。他脸色大变，至正至刚，纵横天地，是浩然气。他修儒道然气，他修儒道浩然气却仅如小溪，哪里比得上眼前的气象？他浑身颤抖，压制住拜师的冲动，苦笑着摇头。本使下官今日能见范丞相，实在三生有幸。下官告辞说完，小心翼翼收好《出师表》，匆匆离开了成明殿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疑惑，这小子怎么满头虚汗？难道是身子虚？一旁的向宁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心中那点对我的恨意又淡了几分。我把玩着手中的玉简，再看了眼身旁的小宫女，才后知后觉想起她竟是皇帝向宁。我轻咳一声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脑袋，放心，我不造反。在我眼里，这19岁修为已达金丹9品的皇帝，终究还是个小屁孩。向宁还在气头上，压根没察觉身份已暴露，像个闹脾气的姑娘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丞相大人是否造反，与宁儿有什么关系？宁儿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宫女，绝不敢把丞相大人的秘密说出去。我一时语塞。向宁发泄完，气消了大半，却越发犹豫，忍不住问：丞相在大楚已是一手遮天，又有嘉靖帝做外援，为什么不造反？我笑了，我和嘉靖帝非亲非故，当皇帝这种好事他凭什么帮我？无非是希望大楚内乱，他好乘机捞一笔。三国之中大明最强，我料定嘉靖帝有心一统天下，楚汉两国谁先内乱，谁就会先遭大明攻伐。向宁瞬间想通其中关节，喜忧参半，急到那我大楚该怎么办？说起来也简单，我淡淡道：短期内借着三帝会盟的机会，明目张胆与大汉结盟，让嘉靖帝不敢轻易窥视楚汉。长远来看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提高楚国实力才是长存自保的良策。向宁连连点头，我又故意逗他，只等陛下早朝，我就上书请他在三帝会盟时主动结交汉帝流血。向宁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暗下决心要抢先开口，却又因剽窃我的主意而面露羞红。他忽然想起之前的《出师表》，满脸疑惑地问：丞相那篇《出师表》是怎么回事？我随意挥手，哦，那是上古先贤的作品，我搬运了一下。向宁脸上的期待瞬间垮掉，悠悠道：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没理会他的嘀咕，心中感慨，我也该开始修炼了。嘉靖帝的野心让我倍感压力，我大步走出成明殿，打算回府向兄妹三人请教修炼之事。向宁眯着眼目送我离开，满心疑惑，这奸相居然要修炼。回到范府，我立刻找来大哥、三弟和四妹，开门见山道：我要修炼，你们给点意见。三人表情怪异，大哥范正明开口：二弟你出生时有风云龙虎异象，本是天命贵人，却不知为何异象消失，还被查出先天根骨残缺，无法修炼。我们一直怀疑是先帝忌惮你的异象，暗中坏了你的根骨。三弟范纯附和：如今先帝已死，这事也死无对证了。四妹范月华红着眼道：二哥你无法修行是事实，不如我们立刻揭竿而起，推翻项家，让你做龙椅。我哭笑不得，那啥，如果我的根骨修复了呢？现在开始修炼还来得及吗？二弟莫开这种玩笑，根骨被毁无法逆转，这是天地常识。范正明说着，顺手给我把脉，脸色却渐渐从尴尬转为狂喜。二弟脉搏充盈强健，有龙行虎啸之态，你今日起勤加修炼，日后再不必向他人称臣。范纯和范月华压根不信，轮番给我把脉，结果皆是震惊不已。范纯蹦了起来，竟是风云龙虎，二哥的根骨真修复了，项家小皇帝的根骨恐怕都不及你。范月华也连忙道：二哥咱们造反吧，你这根骨不当皇帝可惜了，我闺房里还有按你尺寸做的龙袍呢。我彻底无语，我只想要一本炼体入门，你们要是没有，我自己去书店买也行。我揣着炼体入门钻进炼功房，大哥塞给我一个大葫芦，里面装满丹药，敞开了吃，我以为只是普通低阶丹药，便随意吞服，却不知这一葫芦都是范家药店本月代售的高阶丹药。大楚国都的王公贵族本月在难买到一粒高阶丹药。与此同时，皇宫炼功房里，向宁拖着一枚5色丹药，赞叹道：武灵丹不愧是天级丹药，可惜产量稀少，朕每月也只得7粒。他吞下药丸，展开一张情报纸条，看到范蠡开始修炼的字样，不屑冷哼：哼，朕修炼多年，他几时能赶得上朕？10天后我出关。随手将空葫芦丢给范正明，都吃完了。范正明掂量着空葫芦，脸色一僵。范纯小声提醒：二哥这些都是天级丹药，很难弄到。话没说完就被大哥和四妹踹了一脚。二哥你闭关收获如何？范月华期待问道。炼体境啊，不然呢？我理所当然地答道。兄妹三人瞬间呆滞，对视一眼后，范正明轻咳一声：我宣布一切与二弟修炼有关的消息列为范家最高机密，严禁外传。他们显然没料到我有天级丹药辅助，10天也只修到炼体1品。正说着，家仆通报：二爷，宫中来人称陛下已经出关，今日要早朝。我想起10天前女装的向宁，暗自嘀咕：这小子到底是闭关修炼，还是玩女装？皇宫正殿，文武百官分列2排，向宁端坐龙椅上，面带自信笑容：丞相还没来吗？话音刚落，通报声响起，相父到。向宁的笑脸瞬间僵住，我昂首挺胸走进殿内，径直越过百官，站到龙椅旁。陛下出关了，是相父。向宁被我气势所慑，不自觉喊出了这2个字，心中满是委屈，暗自懊恼自己没出息。陛下召集众臣早朝，有什么事要说吗？我问道。向宁又气又急，猛地站起身，面对百官朗声道：众卿听着，朕闭关1月有余，已接连突破2个品
级，如今朕的修为已是元婴境一品。满朝文武一片骚动，一名老臣激动问道：“陛下，您已经可以挥使霸王枪了？”向宁笑而不语。群臣看向我的眼神也从巴结变成了犹豫疏远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：耀武扬威。任务说明：楚地凭武力获得百官支持，请宿主在武力上碾压楚地。任务奖励：1枚续命丹，高质量完成任务可获更多奖励。我暗自尴尬，人家元婴一品，我才练体境，这怎么碾压？向宁大喝一声，眼角余光得意地瞥向我。众卿随朕去殿外见识霸王枪神威。皇宫广场上，向宁右手伸向天空，大喝枪来，一道血色红光从皇家宝库射出，化作一柄通体泛着血色微光的战枪，被他稳稳接住。正是霸王枪！霸王枪！众臣惊呼跪拜。向宁强撑着霸王枪的重量，催动全部功力，高喝霸王战绩血山河，一道血色气劲直冲云霄，捅穿了上空云海。陛下威武，万岁！陛下威武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群臣齐声高呼。我却皱起眉头，看出向宁脸色惨白，已是力竭之态。下一秒，向宁双手乏力，霸王枪脱手下坠，他自己也跟着失重下坠，心中满是绝望，朕要摔死了！群臣乱作一团，纷纷四散躲避。就在这时，我纵身跃起，一手抱住向宁，一手稳稳握住霸王枪，举过头顶。多亏了万族镜像体，让我能无视血脉限制握住霸王枪。向宁勉强睁开眼，看到是我，又惊又羞。相父多谢相父救朕，朕的霸王枪。一名老臣颤颤巍巍问道：“丞相您接住了霸王枪？”我点点头，本相最近也开始修炼了。群臣一片哗然，纷纷高呼：“丞相威武！丞相救驾有功！当封王爵加9锡！”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恭喜宿主高质量完成任务，获得10枚续命丹。正殿内，我站在御阶上，与向宁一同接受百官朝拜，心中暗自嘀咕：这帮墙头草变得真快。向宁红肿着眼睛不满道：“坑奸臣！朝会期间居然当着朕的面吃东西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”向宁压下心中古怪的情绪，淡淡说道：“臣廷尉宋忠，有事启奏。”宋忠躬身道：“启奏陛下，丞相范蠡服侍我大楚2朝天子，劳苦功高，今日舍身救陛下，更是功盖寰宇。臣请陛下重赏丞相。”向宁皱眉：“相父已位极人臣，皇城骑马，战败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，朕已赏无可赏。”宋忠谄媚地看向我，臣请陛下赐丞相加9玺，封王爵。向宁如遭雷击，紧接着几名保皇派大臣也纷纷附和：“臣附议，此乃众望所归，请陛下明察。”我也有些懵逼，这几个以前跟原主斗嘴的大臣，今天居然集体倒戈。向宁硬着头皮拒绝：“自我大楚开国以来，从未有封异姓王的先例，众爱卿如此谏言，是要逼朕做太祖的不孝子孙吗？”我暗自摇头，这小皇帝还是太嫩。宋忠却立刻道：“陛下，我大楚未有封异姓王之先例，只因从未有人如范丞相这般功高盖世，陛下千万不可迟疑，实则生变啊！”就在朝堂陷入尴尬时，通报声响起，太后驾到。皇太后在陈公公的引路下步入正殿，悠悠道：“哀家刚才听见有人威胁陛下。”他的目光扫过宋忠等人，陈公公立刻阴阳怪气道：“启奏太后，刚才是廷尉宋忠对陛下言语不敬，臣有罪，臣失言。”宋忠连忙磕头。太后微笑道：“既然宋忠自认罪行，那就按大楚律办事吧。”陈公公一甩拂尘，宋忠朝服爆裂，随即被侍卫押入天牢。向宁起身母后，太后不理会他，缓缓说道：“陛下太祖皇帝的坐骑乌骓，本是乌江底黑蛟所化，近日已成功化龙，若能收服乌骓，定能告慰历代先帝。只是大明嘉靖帝已派国师蓝道恒前往乌江，想要蛊惑乌骓效忠大明。”他走到我面前：“丞相收服乌骓事关国体，哀家还要拜托丞相。”我正想推脱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发布新任务。任务说明：抢夺大楚护国神龙乌骓，使其向宿主效忠。任务奖励：特殊道具替身娃娃，1枚替身娃娃，复刻宿主生成完美分身，可修炼收益与本体共享。我瞬间心动，朗声道：“太后收回乌骓事关国体，微臣身为大楚丞相，责无旁贷。”太后赞许点头。蓝道恒是何道境高手，就让陈公公跟随护驾，保护陛下和丞相。老奴领旨。陈公公立刻接话。太后离开后，向宁凑过来讨好道：“多谢相父，愿意陪朕去乌江。相父吃的是什么？给朕尝一粒。不给续命丹是我的命根子。”我想也不想就拒绝。向宁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退朝。出发当天，皇宫正门外只有向宁和陈公公2人。陈公公穿着粗布素衣，向宁则打扮成富家小公子，一袭白衣，摇着折扇，秀气有余而阳刚不足。看什么看？朕脸上有脏东西吗？向宁没好气地说。我开玩笑道：“陛下的脸不脏，反而挺漂亮的。”向宁面露喜色，双手捧脸：“啊，你说真的？”我暗自吐槽，这小子真是没救了。陈公公适时提醒：“陛下丞相，咱们该出发了。蓝道行已抵达乌江源头黑龙潭，咱们要抓紧时间。”蓝道恒擅长阵法玄术，待普通兵卒只会送死。丞相莫非怕了？向宁挑衅地看着我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你相父我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嘴炮可不能输。抵达乌江源头黑龙潭，潭水漆黑死寂，方圆10里不见活物。我们刚站定，向宁突然指着对岸，那是什么？对岸静立着一个身披蓑衣、头戴斗笠的神秘人，正是蓝道行。他开口道：“贫道蓝道恒，见过大楚皇帝。”向宁大声道：“乌江乃我大楚地界，未得允许。你潜入乌江想要做什么？”蓝道恒轻笑一声，拿出鱼竿在潭边垂钓。陈公公轻声道：“陛下，蓝道恒要引出乌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黑龙潭水面形成巨大漩涡，一道100丈黑影在潭中若隐若现。蓝道恒单手提竿，鱼钩空空如也，却见一道1000米长的黑龙从漩涡中冲天而起，发出响彻天地的龙吟。正是乌骓，我是龙，不是骄，不是马。乌骓的声音如闷雷般响起，
他的目光锁定向宁，透着淡淡敌意。你想像他一样把我当马骑？向宁瞬间愣住，蓝道行动了，拿出一卷金丝白玉圣旨，朗声道：大明嘉靖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今刻旨赐封黑龙乌骓为我大明护国神兽，受封日起，国运加持，福寿无期。乌骓调转龙头，眼中闪过期待。大明国运加持我身。没错，蓝道行大笑。乌骓道友，贫道奉嘉靖帝之命，邀你入大明，成就布氏功业，待大明一统天下，举国飞升。道友自然身在其中。乌骓瞳孔一亮，明显动摇。向宁急道：乌骓，你是我太祖的坐骑，怎么可以背叛楚国？乌江是太祖赐给你的，你忘了？乌骓暴怒，龙吟一声：大王，我不亏欠他，我随他征战多年，他飞升时竟不带我，俗世浑浊，只有仙界才永恒逍遥。大王弃我，我恨他。潭水巨浪翻腾，我们被迫连连后退。我心中一动，乌骓活了几千年，最缺的或许是寿命。我猛地将一粒续命丹抛向他。乌骓张嘴，乌骓随口吞下丹药。陈公公皱眉：范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得罪乌骓坏了大事，你能赔我大事？你能赔我大楚一条护国神龙吗？向宁也认出那是续命丹，气得狠狠瞪我。这奸相对乌骓都比对正好。片刻后，乌骓发出欢愉的龙吟，巨大龙身化作一道虚影，凝聚成一名黑发黑衣、皮肤雪白、气质森冷的女子。她落在我面前，刚要开口就被我打断：先别说话，咱俩单独聊聊。乌骓毫不犹豫点头，用长袖卷着我飘向半空，回头冷声道：谁敢跟来，杀无赦！一股强横压力笼罩蓝道恒和陈公公，两人额头冒冷汗，竟是感受到了大成境的威压。向宁茫然地看着我们离去，心中满是胡思乱想。奸相收服乌骓了，乌骓是女身，她会不会沉迷美色抛弃朕？我们在一座荒山顶部落下。乌骓语速极快，带着威胁：刚才的神药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我淡淡道：跪下认我为主，续命丹是我独门秘方，人间再无第二家。你想要延寿，只有向天道发誓认我为主。你放肆！乌骓怒目而视，就凭你炼体境的实力，怎么可能炼制这种丹药？我可用搜魂术强夺丹方。我从容不迫，随手拿出一粒续命丹丢入口中。你尽管试试，保证你什么都得不到，还会失去唯一认主的机会。乌骓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羡慕，连连吞咽口水。黑龙潭岸边，向宁、陈公公与蓝道恒隔潭相望。蓝道恒突然开口：楚帝陛下，今日相见是缘，贫道有一言相赠，不知道陛下是否有兴趣听听？向宁压低声音对陈公公说：陈公公，朕记得蓝道恒懂的，扶鸾起机秘术，擅长蛊惑人心，朕还是不要搭理他吧。向宁本以为陈公公会附和自己，怎料老太监悠悠道：陛下不妨听他说什么，只当聊天打发时间，反正有老奴在，一定保得陛下平安返回彭城。这向宁没了主见，对着蓝道恒点了点头。贫道来的路上一时兴起，曾经为陛下扶鸾起机，结果天道慈悲，竟然告诉贫道一桩大事。蓝道恒的腔调极具诱惑力，勾得向宁动了好奇心。他忍不住问道：什么大事？陛下身边有奸臣。蓝道恒话音刚落，向宁反倒失望了。奸臣不就是范蠡吗？他岂能不知？国师说完了，向宁问道。蓝道恒正欲开口，天空中突然降下两人，正是乌骓带着我回来了。道友是否愿意加入我大明？贫道可以保证，道友在大明的地位还在贫道之上。蓝道恒急声大喊。向宁也想招揽乌骓，却既怕失了帝王尊严，又怕惹乌骓反感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我轻咳一声，乌骓侧目看了我一眼，虽有不情愿，却突然在向宁面前跪下。乌骓愿继续效忠大楚，效忠陛下。向宁彻底懵了，陈公公也满脸难以置信，蓝道行更是瞬间晋升。所有人都没料到向宁未做任何承诺，乌骓竟主动效忠。额好，朕封你为大楚护国神兽，享国运加持。向宁麻木地说道。话音刚落，乌骓便立刻起身，半刻也不愿多跪。丁检测到乌骓向宿主效忠，任务已经完成，宿主获得任务奖励替身娃娃一枚，替身娃娃可生成完美第二分身。宿主是否立刻使用？我果断选择否。这般神奇的道具自然要留作后手，绝不能当众使用。凭续命丹收服乌骓，再让他假意效忠向宁，这趟乌江之行竟异常顺利。陛下小心！陈公公突然大喝，我也瞬间察觉不对劲，一道磅礴剑气从天而降，直压我们头顶。我主嘉靖帝以这道剑气问候大楚皇帝陛下，若陛下能承受这一击，便有资格在三帝会盟时与我主对坐畅饮。蓝道恒的话让我们瞬间明白，这是大成境的嘉靖帝所发，大概率是因乌骓不肯归顺大明。我来不及细想，大吼道：乌骓快出手！乌骓瞬间化形为龙，冲天而起，漆黑的龙须缠绕住明黄剑气，同为大成境。他稳稳拦住了这一击，冷眼看向蓝道恒，找死！哈哈哈！乌骓道友莫要生气，贫道不过奉旨行事而已，贫道这就告辞，不必送了。蓝道恒说罢，瞬间逃出去千米远。乌骓有心追杀，却被剑气纠缠，无法脱身。眼看蓝道恒回头做了个剑诀，他暗道不好，剑气突然炸开，大成境灵力疯狂倾泻，烟尘笼罩整个黑龙潭，一道人影倒飞出去，重重落入潭中。丞相向宁大惊，乌骓陈公公，快救他呀！乌骓立刻变回人形，跃入水中。陈公公却纹丝不动地站在岸边。向宁脸色惨白，他毫发无损，显然是陈公公护驾，却不解为何我会被波及。你怎么不下去救人？老太监立刻跪下，老奴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陛下，防备蓝道行去而复返。向宁无可辩驳，又问：那为什么只有朕没受伤？陛下见谅，老奴只是和道境修为，保护陛下已很勉强，如何能兼顾犯相？嘉靖帝乃是大成境，老奴远远不及。陈公公谄媚地说道。说话间，乌骓抱着双目紧闭的我冲出水面，带起数米浪花。他怎么样了？浪花，他怎么样了？向宁连忙追问，乌骓却不答话，只冷冷扫了陈公公一眼。陈公公连忙吹捧，老奴无用，今日幸亏有乌骓大人，否则连陛下都危险了。嗨嗨咳，一阵呛咳声响起，我缓缓睁开眼，放我下来，我不习惯被女人这样抱着，我浑身湿透，只是呛了水，
并无大碍。多亏了道具护身符替我承受了爆炸威力，我在心中暗骂陈公公故意撇下我，暗暗记下这笔账。民国实在可恨，招揽乌骓不成，竟敢算计朕。向宁怒不可遏，却奈何不了早已逃远的蓝道恒，更不敢去找嘉靖帝报仇，只能暗下决心等三帝会盟，实在做计较。陛下回宫，封乌骓为护国神兽，与国同寿，气运同修。丞相范蠡劳苦功高，特旨加封进宫。我听着向宁的赏赐，只觉无语。这小皇帝竟封我为进宫，怎不干脆赐我姓司马？乌骓受封后，向宁将彭城一块紧挨着范府的地皮划给他建居所。向宁喜道：“乌骓，麻烦你替朕监视范府，尤其盯着范蠡那个小奸贼，他有任何异动都要及时回报朕。”哦好，乌骓答应的爽快，转头就把原话转告给了我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，你自己当皇帝？乌骓好奇问道。我无奈摇头，这小皇帝运气好，遇上我这个不敬业的奸臣，否则早改朝换代了。你只管闭关修炼，有新的续命丹，我会第一时间交给你。谢主人。打发走乌骓，我径直去了练功房里面。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男子正盘腿修炼，正是替身娃娃化作的分身。我负责修炼，分身开口，我负责当奸臣，做系统任务。我笑着回应。几日后，降造大臣呈上龙神殿乌骓居所的建造图纸，此乃龙神殿主殿建造图，请陛下和进宫审阅。向宁远看一眼，只觉楼宇辉煌，暗自嘀咕：都快赶上朕的皇宫了，却并不介意。乌骓是大成境高手，能坐镇大楚，这点待遇不算什么。我霸道的抢先接过图纸，降造大臣连忙恭维，启禀进宫，龙神殿是按照我大楚亲王标准建造的。我正要点头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：发布新任务，大兴土木。任务说明：逾越黄泉，建造超高规格宫殿一座。任务奖励：10倍练功房一间，灵气凝练速度为普通状态10倍。这正是我急需的。我当即撕碎图纸，我不满意。降造大臣吓得跪倒在地：进宫饶命啊！向宁不解：你哪里不满意？宫殿太小，房梁太细，围墙太矮，反正本宫看着哪里都不满意。降造大臣惊道：进宫再扩建升高，就成皇宫标准了。向宁在心中附和，却叹了口气：按照天子行宫标准重新设计图纸吧，天子标准不够，再升一格。我说道。降造大臣满脸迷茫，我提醒道：按设计祖庙建造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你向宁气得冒烟，却听我诱导：陛下年幼，许多国家大事不要随便做主，要多听臣子的意见。还记得出师表里说，陛下亦宜自谋，以资邹善道，察纳雅言。你别拿出师表说事，那篇文章根本不是你原创的。向宁气道。我笑道：这确实是上古圣贤的微言大义，所以陛下更要听取，否则怎样？我淡淡道：否则臣会很不高兴，臣不高兴，范氏商行就会不高兴，范氏商行不高兴，国库税收就会锐减，然后发不出军饷，彭城的10万卫戍军就会更不高兴，当兵就会更不高兴，当兵的不高兴就会闹事，到时候臣因为心情不好，可就懒得管了。向宁眼眶渐渐泛红，最终落了泪。一旁的降造大臣心惊肉跳，暗自盼着我早日造反，好做从龙之臣。我转头问降造大臣：按我刚才说的，重新绘制图纸开工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请进宫放心。降造大臣对着我3跪9叩，转身退下，回到范府。我偶遇乌骓，随口到龙神殿很快开工，过不了多久你就能住进去。乌骓点点头，对这些毫不在意。我又嘟囔：今天我把小皇帝吓哭了，他怎么这么爱哭？他那个年龄的女人爱哭是正常的。乌骓答道。我猛地一怔，等等你说啥？得知向宁是女子后，我下意识回避见她，加之系统多日未发任务，日子倒也惬意。我的分身日夜苦修，如今我已达炼体境3品，龙神殿再过10天便可竣工，紧跟着便是3帝会盟。我正琢磨着炼体3品去会盟太过丢人，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，哥是四妹范月华。我在看书，你上别处玩去。我笑着转身，他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书，大声念道：二臣录，二哥你是没听见小皇帝骂你，特意读书找骂吗？我拍了拍他的额头，你哥最多算是权臣，从未被主投敌。二臣录哪里骂得着我？范月华点点头，对吗？二哥你早晚要造反当皇帝的，怎么会当二臣呢？我无奈叹气，这四妹满脑子都是造反。二哥我找你有事，明天是落湖文会，江北第一才子董仲邀我去，我想让你陪我同往，还邀了乌骓姐姐。范月华哀求道，我本想拒绝，却架不住他软磨硬泡，加之确实无事可做，便答应了。翌日我们3人打扮成普通富家公子小姐，低调抵达洛湖。洛湖南岸是大楚地界，北岸是大汉领土，此处亭台楼阁林立，每年举办的文会都是大楚文士的惯例。月华小姐一名衣着华丽，浑身熏香的男子大步走来，正是董仲。小生董仲见过月华仙子，他礼数殷勤，眼里却只有范月华，对我和乌骓视而不见，甚至看向我时带着一丝敌意，还刻意补充并不曾婚娶。范月华的注意力早已被洛湖景色吸引，董仲颇显尴尬，取出一块腰牌递过去，范小姐，这是文会凭证，您拿着便可畅游。只有一块，我的同伴怎么办？范月华纳闷道，你去吧，我先随处逛逛。我开口道，董仲连忙附和。与小妹分开后，我和乌骓四处闲逛，虽引人注目，却没人认出我的身份。走着走着，一名丫鬟打扮的少女拦住去路，到了个万福。我暗自吃惊，我已是炼体境3品，竟没察觉她靠近。乌骓轻声道，她是金丹1品的修为。少女收敛住被看穿的惊恐，柔声道，范二爷，我的主人希望能单独见您一面。她侧身指向不远处的水榭，那是文会范围内极佳的观景位置。你家主人是谁？我沉声问道。我家主人封号长乐公主。少女答道。我心头一震，长乐公主乃是大汉天子刘协的爱女，此次来大楚，大概率是为了处
楚汉联姻，威慑大明。带路吧，少女在前领路。乌骓轻声道：“我在水榭外，可保主人无恙。”我只身进入水榭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备好的席位和香茗。公主说：“请进宫先稍作歇息，等见识大楚读书人的才气后，再与进宫相见。”侍女恭敬地说道：“我居高临下，能清晰看到文会现场。我辈读书人，修好然气，怀济世心，修身齐家治国，然后平天下。”天空中传来高亢的传音，众儒生纷纷击节叫好。我小声嘀咕：“平平无奇的小道理，值得这么兴奋吗？农民种地，匠人做工，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各司其职而已。是谁竟敢贬低我儒门？”天空中的声音瞬间发怒，现场陷入死寂，众人怒目四望。紧接着一声牛叫响起，一头青牛踏着祥云飞来，牛背上驮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，正是董仲的老师大儒黄甫松。学生拜见老师，董仲领着一群青年儒生跪倒在地，其他儒生也纷纷躬身行礼，拜见黄甫先生。黄甫松板着脸落地朗声道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众儒生再次拍手叫好。刚才是哪位朋友贬低我儒门？还请自己出来，老夫想与你聊几句。黄甫松说道。我冷哼一声，掀开水榭纱幔走了出去。董仲目瞪口呆，这个无名小卒竟从水榭出来，那可是连他老师都没资格使用的位置。黄甫松看清我的模样，微微吃惊，压着怒气问道：“这位小友，刚才是你将我儒门比作农夫，工匠之流？”是我坦然承认。众儒生一片哗然，董仲更是幸灾乐祸，却没注意到范月华满脸崇拜地看着我。黄甫松转身走上文斗台，厉声道：“既然小友轻视儒门，就请上台，与老夫一辩。”我一跃上台，黄甫松看穿我的修为，故意大声道：“哦，小友只是练体劲。”众儒生顿时嘲笑起来。董仲的嗓门最大：“练体劲怎么了？你要我上台是辩论还是打架？”我冷冷问道：“自然是辩论。老夫想问小友，难道连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道理都没听过？”“当然听过，但我不认可。”“为什么？”黄甫松面色不善：“因为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我说道。黄甫松眯起双眼，反复咀嚼这句话。台下好学的儒生连忙问道：“请问兄台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是哪位名家大儒说的？”我故作高深道：“我辈读书，当有所思有所想，何必句句借用他人言？我自己便这样说，有问题吗？”众儒生哗然，皆认为我自比圣贤。黄甫松也额头冒汗：“小友所言之道理，如何证明我辈读书人竟要与贩夫走卒同列？”黄甫松又问我，笑道：“你刚才说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，然后平天下，正是。请问所谓天下，其中包括哪些人呢？君王诸侯士大夫，农工商？”我追问：“要治农，便要先学农。请问黄甫先生，只是在家读书，你能学会种地吗？不懂降造，又如何治公事？”黄甫松满头大汗，无言以对。我又大声道：“请问黄甫先生，我楚国之稻谷，在大汉售价几何？大明盛产之锦绣，在我大楚每卖出一匹，需缴纳几分税银？”我转而对台下道：“不以农工商为师，你们如何治国平天下？空有一肚子道理，陛下会选你们入朝为官？”黄甫松憋得满脸通红，厉声道：“你分明是以偏概全，用微末小道遮盖我大道。老夫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儒门中人，又有何资格在此评论天下读书人？”说罢，他引动浩然气，落湖上空风云搅动，云海呼啸而来。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；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有马多如簇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玉碎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黄甫松念诵着劝学诗，云海化作宫殿，舞姬金银等幻境，激得众儒生心潮澎湃，放屁通篇的屁话都是混账道理。我怒喝出声，声音比黄甫松更洪亮：“这群沽名钓誉的儒生，难怪大楚历代积弱，放肆你怎敢对黄甫老师无礼？”董仲跳出来呵斥，话音刚落，便被范月华一巴掌拍晕，倒飞出去撞在槐树上。这首劝学诗流传数千年，并非本人所创，你年纪轻轻，难道还想驳斥圣贤之言？黄甫松冷声道：“他巴不得我忤逆圣贤，好让众人声讨我。”立刻道歉，竟敢侮辱圣贤，报出你的姓名来历。众儒生纷纷附和。我站在台上，气势陡变，众儒生竟感受到圣贤庙中先贤的庄重气息。让我来教教你们这些蠢货，什么才是读书人的志向。我开口，全场瞬间安静。黄甫松心中也莫名生出畏惧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说出的每一个字，都在天地间引发神秘共鸣。天空中四面八方的云雾汇聚，形成一片祥瑞云海，浩然气如此壮阔，难道是圣人气象？众儒皆惊，黄甫松更是想起古籍中对圣人的描述，不知不觉双膝跪地，仰视着我，满心懊悔自己方才的冒犯。见他下跪，一众年轻儒生也纷纷屈膝，不敢有半分迟疑。进宫息怒，一道优雅曼妙的声音从水榭内传出。我知道长乐公主终于要现身了。她是汉帝刘协之女刘曼，素有严汉明珠、大汉第一才女之称，曾据范阴净土大能传承，却凭一己之力闯过净土百道天关，得半数秘术权限。水榭为曼尽彻，一道倩影映入众人眼帘，在场男子皆看痴。长乐公主欠身，重复道：“进宫请息怒。”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前的无名小卒竟是大楚进宫范蠡，跪拜的姿态更显恭敬。黄甫松也把头埋得更低了。公主好，我拱手行礼。进宫请入水榭叙话。长乐公主笑靥如花，我心中一怔，孤男寡女同处水榭，难免引人闲话。这群儒生掌控民间舆论，届时不知会传出多少流言。我断定他是故意要与我传绯闻，却也只能迈步前往，迎面与他四目相对，分明看到他眼中的精明。进宫，黄甫松小声试探，想为方才的冒犯道歉。文会继续，我和长乐公主是初次见面，正要拜访请教，就不打搅你们了。我刻意加重初次见面4字，试图稍稍洗白自己，随后便走进了水榭。水榭内，侍女端来香茗茶点，我暗
暗自嘀咕：茶水不会有毒吧？长乐公主看穿我的心思，笑道：进宫请放心，有那位黑衣女前辈在外守护，本宫绝对不敢伤害进宫一根毛发。我心中一安，知道她说的是乌骓，却又被她接下来的话惊住。本宫有心与楚帝陛下联姻，为此还真动过杀死进宫的心思。我嘴角微抖，只给出3个字评价：奇女子。本宫之前几乎就要动手了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原来大楚新君居然是一位女帝。说着，她似笑非笑地盯着我，我瞬间平静下来，心底却升起杀意。像您的女子身份若被揭穿，地位难保，新君上任定然不如她好掌控，这太麻烦。而我最讨厌麻烦，公主知道的太多了。我平静地说。长乐公主脸上的笑容一僵，清晰感受到我语气下的杀气，随即轻声道：楚帝的秘密，我可以保证不说。我点头。楚汉结盟本就是大事，没必要与他撕破脸。眼下大明嘉靖帝实力强横，像您仅凭血脉勉强挥舞霸王枪，远非其对手。结盟势在必行，但本公主为两家结盟顾好而来，楚帝却是女扮男装，这如何是好？汉帝有结盟诚意，我大楚绝对欢迎，即便是不联姻，也可盟誓立约。我答道。公主却摇头。本宫在彭城停留数月，若不与楚帝定下婚约，只身回国便是笑柄。即便两国盟约，与本公主又有何用？请问公主有什么打算？我直接问道。料定她早已成竹在胸。长乐公主笑道：我仍要嫁给楚帝，而且要劳烦进宫你亲自上书，劝楚帝向我父皇求亲，把我彻底懵了。两个女子如何联姻？请公主明言。本宫只要大楚皇后的名分，婚礼之后也一定会做个母仪天下的贤良皇后，与楚帝夫唱妇随。但是本宫有一个条件。我无奈点头，示意她继续。本宫嫁入大楚之后，只要诞下皇子，就必须立刻封为太子。我正喝茶，闻言一口喷出：嗨嗨，请公主不要开玩笑，本宫没有开玩笑。长乐公主悠悠道：那就恕难从命。我板起脸，态度强硬，像您只能我欺负，绝不能让她被人如此算计。可她的下一句话差点让我破防。如果本宫未来孩子的父亲是进宫你呢？我目瞪口呆，从她脸上看到了几分真意，心中暗惊，这女人比张居正还要危险。丁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，我为周文王。任务说明：宿主立志做周文王，为子孙后代的不朽王朝做奠基人。任务奖励法宝传世玉玺。紧接着又是一条补充通知：我为周文王，系特殊任务，无完成标准，任务奖励立刻发放。本系统将一如既往的竭力支持宿主，请宿主在奸臣之路坚定前行，早日成为史上第一奸臣。我手中瞬间多了一块古朴庄重的神玉，翻面一看，竟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8转字。长乐公主瞥见，笑问道：进宫手里拿的什么？这大抵应该可能是传国玉玺吧？她笑得眉眼弯弯。哦，原来是传国玉玺啊！进宫真是有心啊，居然已经炼好了这种宝物，我羞得面红耳赤。传国玉玺是个朝天子专属，我此刻拿出，反倒像是默认了谋反之心。长乐公主慵懒侧坐，俏皮地伸出小脚问道：进宫觉得本宫刚才的建议如何？好，我顿了顿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呵呵呵，不合适吗？普天之下还有几个人相信进宫是忠臣？所谓范蠡之心，路人皆知有。公主说笑了，我对陛下的忠贞之心，天地日月可见。话音刚落，水榭外就传来叫喊：打雷下雨了！我抬头一看，天空早已乌云密布，天地日月可见吗？长乐公主笑得更欢，本宫还以为是天地日月无光呢。我无奈道：总之多谢公主错爱，但初次见面就谈及此事，请恕我不能答应。是这个道理。她突然正经起来，重新端坐。本宫与楚帝的婚期就定在3帝会盟之后，父皇一定会支持本宫。至于楚帝向您那边，就麻烦进宫去说通。如果两国不能联姻，我大汉将立刻倒向大明。我表情一僵，他竟用倒向大明相威胁。至于为进宫生孩子的事，就等本宫正式嫁入大楚，再慢慢计较吧。随后我被请出水榭，守在外面的乌骓开口道：恭喜主人，子嗣兴旺。你觉得这是好事？我郁闷地看了他一眼。当然，乌骓语气理所当然。主人权倾朝野，若能掌控楚汉两国势力，便可鲸吞大明，一统天下，举国飞升指日可待。我摇头，长乐公主深不可测，绝非会做我附庸之人，我们得时刻防着她。翌日早朝，降造大臣启奏龙神殿已竣工，点刻则奏报3帝会盟的出行仪仗已备妥，地点在3国交界的中立之城吕城。嘉靖帝已率先抵达，汉使多次询问陛下出发日程，显然是汉帝不愿单独面对嘉靖帝。向您目光投向我，轻声问：朕应该和刘协共进退吗？我走神未决，直到他干咳一声再次询问，才回过神。听完事情原委后说道：陛下身为天子，做事应遵循一个原则，做完这件事是否对巩固陛下的权力有帮助？向您点头。朕明白，那么进宫的意思是，臣以为陛下想要巩固地位，需要一位强援，而拉拢强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联姻。向您瞬间面红耳赤，误以为我要娶她，心中胡思乱想，甚至脑补出大婚画面，最终悠悠道：进宫若觉得好，朕便也觉得挺好。我松了口气，朗声道：陛下英明，那就请陛下在3帝会盟期间主动向汉帝刘协求亲。刘协求亲？向您愣住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心中委屈又愤怒。刘协年事已高，竟还要他主动求亲。我补充道：请陛下求娶大汉长乐公主。公主与陛下年龄相仿，素有大汉第一才女之称，在梵音净土也芳名远播，百官纷纷拍手叫好，夸赞此计甚妙。向您虽满心憋闷，却无拒绝的理由，只能道：联姻大事，朕还要与母后商议。至于吕城那边，朕明日就出发。说罢，拂袖而去，回到后宫。向您扑入太后怀中哭诉。太后沉默良久后道：范蠡是
对的，你先应付；离是对的，你先应付。三弟会盟，长乐公主那边我会单独与她谈谈，婚后只需人前做戏即可，一切以巩固地位为重。向宁虽委屈，却也只能应允。翌日，向宁的天子仪仗出东门前往吕城，我直接坐上了他的龙辇，丝毫不必委屈自己。好山好水好城，向宁望着远处的吕城，兴奋赞叹：山水与城都好，只不过这种好都是用钱财堆砌出来的。我淡淡道：山水由天地生成，吕城因文气而昌盛。进宫仅以庸俗铜锈评价吕城，不觉得自己太浅薄吗？向宁借机讽刺：陛下还需多读书。我解释道：吕氏先祖是天下巨富，选了一片被诸侯抛弃的死地建成，迁移民夫开垦良田，雇佣修行者栽培荒山，又耗巨资请天下名儒撰写《吕氏春秋》，吸引无数儒生前来求学，才造就了如今的吕城。所谓天下之财共一担，吕城独得八斗，便是由此而来。向宁听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问道：吕氏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数千年的积累，建造吕城的费用还不到其积蓄的1/10。我笑道：向宁彻底服了，又底气不足地问：朕读书不多，若文信侯考教朕的文采，还请进宫助我，这是自然。文信侯不过是侯爵，凭什么考教天子？向宁心中一暖，对我的好感大增。这时前方传来禀报，离城5里有大汉天子仪仗。汉帝派遣使者询问陛下是否愿意与他一道进入吕城。向宁看向我，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。他当即传令整肃队伍，向汉帝仪仗靠拢，并行进城。与此同时，吕城文信侯府内，嘉靖帝正与文信侯吕春秋对视，语气带着上位者的威严。吕氏不可能终究中立，文信侯终究需要一座靠山。但莫非侯爷以为朕是工人随意挑选的商货？吕春秋额头冒汗，他修为已达和道境9品大圆满，却从嘉靖帝身上感受到莫名的危险，这是吕氏血脉中的商机，直觉在预警。朕乏了，先回去休息。希望三弟会盟结束之前，文信侯能给朕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多谢陛下宽宏。吕春秋大礼称谢，亲自将嘉靖帝送出侯府。爹爹，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，是吕春秋的爱女吕福宝。福宝，吕春秋脸上的愁容稍稍消散。爹爹，东城门传来消息，楚汉2弟的仪仗就要入城了，距城不足3里，您为何不出城远迎？吕春秋叹气道：汉帝被国师董卓架空，楚帝更是被范蠡拿捏，两位都是弱主，本不必远迎，但碍于天子颜面，还是去迎一迎吧。女儿与爹爹同去。吕福宝笑道。两人抵达城门口时，楚汉仪仗已距城门不足100丈，两台龙辇并排摆放。向宁看着龙辇中须发灰白的汉帝流血，心中暗忖，他比朕似乎过得还要不开心。两位弱主初次相见，竟生出几分同病相怜的投缘。刘协隔着龙辇扶手，小声对向宁说：楚帝辛苦了，竟带着那人同来，我已换成御马，在10几米外远眺，隐约瞥见他看向我时的厌恶眼神。刘协收回目光，苦中作乐。朕此次外出，董太师没有跟来，他心纳了一位宠姬，名唤貂蝉，与朕同行而来的，乃是大汉的3位忠臣：司空曹操、左将军刘备、车骑将军孙权。这3人文武双全，而且对朕都是忠心耿耿，只恨根基尚浅，不足以对抗董卓。他忽然压低声音：朕听说陛下只是闭关修炼，却没有在朝中培养新人，若不早做准备，难道陛下想等天雷劈死奸臣？额向宁一阵尴尬，片刻间便被刘协当作忘年交，听他大吐苦水，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汉帝急于铲除朝中奸臣，但朕与范蠡，他心中大乱。此刻才发觉，范蠡虽常欺负他，却让大楚国势蒸蒸日上，吴追回归，范氏商会兴旺，百姓安乐，军备充足，与董卓祸乱大汉截然不同。刘协发泄一阵，舒了口气，皱眉道：朕听说吕春秋出城10里迎接大明嘉靖，如今朕与陛下距离城门不过100丈，吕春秋却还未出城迎接。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汉国土话，听着像是在骂人，我哭笑不得，知晓此刻不便提联姻之事，正想安慰，吕城东门大开，吕春秋的声音清虚悠远：文信侯吕春秋，恭迎2位陛下。丝竹钟鼓之声响起，乐舞齐出。刘协赞道：这定是前朝乐舞，相隔数千年，也只有吕氏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。文信侯用心了。他愁容进退，向宁却暗自腹诽他没脾气。吕春秋亲自迎驾，我稍稍回避，落在仪仗终端，却被3名汉臣拦住。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帝玄孙，汉左将军，宜城亭侯领豫州牧，大汉皇叔刘备拜见范丞相。我看清来人模样，才惊觉是刘备，身旁还有目光如炬的曹操和闭眼自然的孙权。大汉大汉司空曹操见过大楚进宫，大汉车骑将军孙权见过进宫。3人态度各异，刘备亲切，曹操正式，孙权谦恭。我心中一凛，随即回礼：久闻大名，3位都是汉帝股肱，请问有何贵干？3人对视一眼，似有顾虑。我笑道：文信侯对3国天子都安排了行宫，不妨等入城之后，请3位大人来我楚国行宫再详谈。进宫所言极是，待入城后再讨教1、2。3人欣然应允。待他们走后，我苦笑摇头。刘协指望这3人为他复兴大汉，恐怕这辈子也逃不出一个县字。3弟皆已抵达吕城，会盟定于明日。大楚行宫中，我正安排侍卫，撞见向宁在花园赏花，进宫小心些，莫要伤了行宫的花草。他皱眉提醒，我随口道：本宫只负责陛下的安危，至于花草之类的赏玩小物，本宫恐怕难以顾全。向宁不悦，进宫应该多向大汉学习。此番随汉帝同来的3名大臣，个个忠诚睿智，机敏干练，尤其懂得如何服侍君王。汉帝的行宫安排，朕听说是相当舒适惬意的。他丢来一个不满的眼神，我失笑：陛下要本宫学习
汉臣，就算要选以臣的身份，也是对标大汉太师董卓。向宁瞬间哑然，我正色劝解，陛下千万别忘了，3弟会盟事关国运，并非为了游玩戏耍。向宁面露愧色，点点头。这次来旅程，朕只要结盟流血，就能使大明不敢窥视楚汉，对吧？我点头又摇头，这只是基本目标。若旅程投靠大明，天下儒道修行者心向大明，楚汉依旧朝不保夕。向宁惊呆了，进攻吕春秋有可能归顺大明。如果我是吕春秋，投靠大明是最好的选择。我沉声道：天下分久必合，吕程与其等着被雄主征服，不如主动投诚。向宁恍然大悟，又悠悠问道：那范氏是否也要考虑投靠大明？我摇摇头，范氏绝对不会背叛大楚。向宁露出欣慰的笑，又追问：范氏不会背叛大楚，那你会不会背叛朕？我避开话题，有一件事，陛下可以考虑了，大楚应该招降吕春秋。招降吕春秋，这怎么可能？向宁大惊，你刚才还说吕氏归降大明是最好的选择，归降大明是吕氏最好的选择，拉拢吕氏却是我大楚最好的选择。我笑道。向宁目瞪口呆，朕最是年轻稚嫩，吕春秋名满天下，朕如何让他臣服？正想开口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发布新任务，天下部。任务描述：在大楚国境外培植至少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任务奖励：替身娃娃1枚。我暗喜，替身娃娃正是我急需的，有了它，修炼速度便能加倍。陛下招降吕春秋，这件事由臣来办。向宁大喜过望，我立刻派人传话，希望单独面见吕春秋。出乎意料，吕府很快回信应允。吕府庄重朴素，并无奢靡之气。吕春秋亲自迎接，身边还跟着他的女儿吕福宝。进宫驾临，令本侯府蓬荜生辉，搅扰侯爷了，搅扰侯爷了。我拱手回礼：你这么年轻，说话干嘛老气横秋的？而且你好弱呀，才练体净4品，怎么做到在大楚权倾朝野的？吕福宝突然插话：我与吕春秋皆显尴尬，小女顽劣，让进宫见笑了。他才15岁，还请进宫莫与小孩子一般见识。吕春秋连忙打圆场：爹爹他看着也没比我大几岁，凭什么当我长辈？吕福宝不服气的反驳：吕春秋将我引至湖畔听朝歌，刚入座就听见吕福宝小声问：爹爹，你说楚国的奸相来找您，为了什么事？你把嘴闭紧，小心被人家听见。他修为那么低，隔这么远听不到的。我60敏锐，父女俩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只觉哭笑不得。吕春秋率先开口：进宫此来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我开门见山，无他特来招揽文信侯入大楚，只要文信侯答应，本宫可以保证文信侯在大楚的地位绝对是2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吕福宝猛地咳嗽，吕春秋目瞪口呆。进宫刚才说2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莫非口误？本侯若投靠大楚，应该是在楚地1人之下吧？我昂首答道：侯爷当然在陛下之下，但陛下之上不是还有本宫吗？吕春秋面露震惊，随即道：进宫刚才说的话，本侯可以当成没听见，也绝对不会向外泄露。我笑道：文信侯若有质疑，本宫可以请陛下前来，当着他的面再说一次。吕春秋彻底服了，却仍有顾虑，但是我看穿他的心思，缓缓道：大汉长乐公主即将成为我大楚皇后，什么吕春秋动容，是我一手促成的。我顺势树立人设，吕春秋长叹，后生可畏。大楚有范蠡在，嘉靖帝统一天下，恐怕要推迟20-30年。他仍未松口。我又道：文信侯，我大楚陛下成婚之后，皇贵妃的位子也还空着。我看向吕福宝，吕春秋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。若吕氏愿意归顺大楚，吕小姐可入后宫，做我大楚皇贵妃。什么？吕福宝尖叫着躲到吕春秋身后，吕春秋则满脸震惊，心中已然动摇，姿势体大。本宫不需侯爷立刻表态，3弟会盟结束前，给本宫一个准信即可。我起身告辞。吕春秋竟一时未反应过来，出了吕府。我正思索吕春秋的心思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进宫留步，久违了。是大明的张居正，他目光复杂，既有崇拜也有嫉妒。进宫，我大明嘉靖皇帝陛下有请。我心中暗忖，嘉靖召见，怕是推脱不得，只得道：带路吧。与此同时，楚地行宫，一名大明7品官员前来通报，启禀楚地陛下，进宫被我大明嘉靖皇帝陛下单独召见了。他昂首不拜，态度傲慢。向宁尴尬不已。一旁的刘协怒声道：此人无礼，真该千刀万剐，但你不可冲动，免得给嘉靖借口。范蠡为何要答应见嘉靖？向宁疑惑。刘协突然道：楚地陛下，范蠡已有极大可能造反，不如将他击杀在吕城。朕麾下3名忠臣可以借给陛下除奸。向宁呆滞片刻，连忙拒绝：多谢陛下，但朕觉得还不至于此。刘协惋惜叹息：楚地年轻心软，当初朕轻信董卓，才落得今日下场。若他有不臣之举，朕拼死也要除他。向宁心中尴尬，只当他是前车之鉴。明帝行宫内，御阶之上没有龙椅，只有一个金线蒲团。嘉靖帝身着道袍端坐其上。张居正退下后，大殿内只剩我们2人。你如今还是楚国臣子，朕免你一次，不必行跪拜大礼。他语气带着恩赐，我心中不悦，却未发作。嘉靖帝睁开双眼笑道：以你练体净修为，仰视朕的时候，觉得朕像凡人还是像神仙？我答道：陛下确实超凡脱俗，哈哈哈，你果然圆滑。他大笑：从今以后你就不是楚臣了，朕特招你来大明做官，入内阁先排末位熬资历吧。我瞬间明白他是来挖墙脚的，心中暗自腹诽，自己在大楚是进宫丞相，到大明却只是内阁末位，简直是侮辱。怎么样，朕的恩赐你可还满意？陛下要失望了，此3人尚且不会背叛大汉，我又怎会背叛大楚？我躬身告退。正此时，张居正进来禀报：启奏陛下，汉左将军刘备、骠骑将军孙权、司空曹操3人已经请到。曹刘孙3人走进大殿，见到我也颇为惊讶，躬身行礼却不跪拜。嘉靖帝面露不悦，却仍道：你等今日归降大明，朕封曹操为归命侯，刘备为顺天侯，孙权为知命侯，官职后续再议。曹操率先开口：陛下失言了，我等
正三人都是汉臣，世世汉奉，终身侍奉汉帝，绝不背弃，又岂会背弃救主投靠新君？嘉靖问道：以大明之强盛，若攻伐大汉，你们要负隅顽抗？刘备答道：大丈夫行于乱世，当光明磊落，即使处于逆境，也当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。朕少见汉帝，他是何样之主？孙权出量之主。孙权出列答道：聪明人智，雄略之主也。嘉靖大笑：大汉有董卓把持朝政，刘协形如傀儡，你这是言过其实。孙权躬身道：并非言过其实，我汉帝以董卓灭时常事，是其聪也；提拔我三人制约董卓，是其明也；大汉从不主动攻伐明楚，是其仁也；三国会盟，闲置董卓，是其智也；居深宫而虎视天下，以长乐公主亲近泛阴净土，是其雄也；结好楚地，疏远陛下，是其略也。嘉靖帝先是怪笑，而后仰头大笑，周身明黄，龙气冲天，龙吟声震彻大殿。很好，你们果然是大汉忠臣，朕今日不杀你们，都走吧。曹刘孙如释重负，临走前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嘉靖帝又道：范爱卿，今晚留下陪朕用膳。我嘴角抽搐，陛下要失望了，我绝不会背叛大楚。陛下若没别的事，外臣就先告退了。嘉靖帝面色沉冷，杀意尽显，却终究没有动手。大成晋帝王击杀炼体镜，太过失面。罢了，你们都走吧。我们四人并肩走出大殿，身后传来嘉靖帝带着杀意的声音：可惜了，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。今尊共如饮，来任不相饶。什么朕的3名大臣全部去了大明行宫觐见嘉靖。大楚行宫内，刘协得知消息后惊得面无血色，起身在殿内来回踱步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们为何不拒绝？身为大汉臣子，岂能被别国天子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？陛下稍安勿躁，喝茶。向宁笨拙地安慰着：朕哪里还有心情喝茶？刘协声音带哭腔：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辜负了朕的信任，朕要撤他们的爵位，罢他们的官。我看着他这副委屈模样，只觉哭笑不得。正说着，我与曹刘孙四人一同走进行宫，刚进门就听见刘协的怒骂，三人脸上满是尴尬。可陛下，臣等刚从大明行宫回来复命。曹操出列打破僵局，哼，你们还知道回来？刘协的语气满是怨怼。陛下，臣等只是去应付一番，莫要误会。刘备开口劝解，刘协稍稍冷静。孙权朗声道：陛下，嘉靖帝妄图劝降我三人，臣等以言辞拒绝，誓死效忠大汉。好，朕刚才失态了，三位爱卿莫往心里去。刘协瞬间转怒为喜，还生出几分愧疚。听完我们的汇报，刘协怒声道：嘉靖可恨，分明不把朕与楚地放在眼里。向宁也皱眉附和，可两人除了抱怨别无他法。我看在眼里，暗忖他俩这般孱弱，嘉靖不狂才怪。我用眼神示意曹刘孙三人会意。曹操率先跪下，刘备、孙权紧随其后。陛下，长乐公主已到婚配年龄，臣请陛下为公主寻一门好亲。刘协愣住，显然没跟上思路。此刻本该商量对付嘉靖才对。我频频示意向宁，他脸颊涨红，终是咬牙起身，向刘协行了半礼。汉帝陛下，朕为大楚天子，后宫虚悬，今日朕愿以皇后位求娶长乐公主。刘协呆立半晌，忽然道：楚帝您似乎还没过守孝期吧？我在心里暗骂一声昏君，连忙替向宁答道：汉帝有所不知，大楚守孝期并非3年，而是3月。会盟结束后，我家陛下便可举行婚礼。刘协这才满意点头，越想越美，曼儿做了大楚皇后，楚汉结盟声势最强，既能威慑嘉靖，也能让董卓安分。联姻之事就此敲定。我与曹刘孙商议完大婚细节，刘协便心满意足地离去。向宁望着他的背影，想起自己女扮男装还要迎娶皇后，委屈得几乎想哭。感谢陛下为大楚牺牲，我真诚说道。朕知晓分寸。向宁稍胆安慰，我却话锋一转，既然陛下已有皇后，再添一位皇贵妃也无妨吧。陛下若想江山永固，必须立吕春秋之女为皇贵妃，此事绝无商量余地。我的语气冰冷霸道。向宁打了个寒战，终究点头，朕知道了。陛下借传国玉玺一用。我开口索要，向宁吓了一跳，终究不情不愿地掏了出来。我接过玉玺，拿起一卷空白圣旨，只写了一撇便盖章，召来小太监送往吕府。此时吕府吕春秋正指点女儿吕福宝修炼书法。爹爹，女儿何时能落笔显气象？再练20年，或许能有爹爹一成水准。吕福宝瞬间泄气。正说着，小太监送来圣旨，放下后便匆匆离去。吕春秋展开圣旨，只见上面只有一撇和传国玉玺的印章。正疑惑时，一股磅礴的明皇天子气象冲天而起，他惊出一身冷汗，误以为向宁是儒道大成的真龙天子，瞬间领悟八字有一撇的深意。向宁愿立吕福宝为皇贵妃，只等吕家点头。臣闻信侯吕春秋，领旨谢恩。吕春秋躬身谢恩。此刻我正陪着向宁蹭饭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，检测到吕春秋决定投靠大楚，任务天下不武完成，奖励替身娃娃1枚。我悄悄将娃娃收进袖子，却被向宁瞥见。进宫拿的什么？给朕看。向宁执意要瞧，我不肯。他竟恼羞成怒扑了过来，拉扯间，我的衣袖被撕开，一枚传国玉玺掉在地上，砸出个小坑。那是我范家的玉玺。向宁瞬间傻眼，喃喃道：范里有玉玺，范里要造反。他吓得又哭又笑。我干咳一声，捡起玉玺，陛下，这只是本宫的私人印章而已。向宁干涩点头，心里却分明不信。会盟结束后，陛下便可回国，准备大婚和册封大礼了。我正色道。向宁满脸疑惑。吕春秋答应了。话音刚落，小太监捧着书札进来，启奏陛下，文信侯吕春秋送来女儿吕福宝的生辰八字。向宁看着书札上臣吕春秋的措辞，彻底惊呆了。3帝会盟当日，3000儒生齐聚吕城，见证3位天子文斗，3座高台呈等边三角形。吕春秋站在矮些的第4座高台上，刘协竟率先开口，可就让朕先开始吧。他看向向宁，眼神似在说要为楚汉结盟当垫脚石。刘协抽出天子剑，龙吟声传遍天地，他大喝一声：万雷真龙斩！天空凝聚雷云，雷电包裹剑刃，威力倍增。可他看向嘉靖时，杀意难掩，竟真的挥剑斩去。
去，一声脆响，天子剑断成数段。万雷巨龙无主后哀嚎着消散，刘协气急攻心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从高台上坠落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连忙冲过去将他扶起。刘协含泪道：“朕无能，楚帝先来，还是朕先来？”嘉靖帝开口，项宁紧张的不知所措，下意识掏出霸王枪。哦，项羽神兵，楚帝先请。嘉靖帝笑道。项宁连连后退，显然胆怯了。我凭着练体境修为，反复借力才跳上高台。儒生们见状窃窃私语，都觉得我修为低微。陛下先请，我家陛下年纪尚小，理应谦让。我对嘉靖帝拱手道，他虽皱眉，却也不好与项宁争先后。嘉靖帝取出传国玉玺，抛向天空，呢喃道：“朕是唯一的真龙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”一声巨响，玉玺在天上盖章，8个大字清晰可见。3000儒生惊叹不已，嘉靖帝也满脸得意。项宁面色怪异，悄悄看向我，他分明发现嘉靖玉玺的刻字竟与我那枚私人印章一样。楚帝请吧。嘉靖帝催促道。项宁面露难色，再次向我求助。我取出自己的传国玉玺，郑重交到他手里。楚帝是要与朕斗宝吗？嘉靖帝眼睛一亮，他深知传国玉玺相斗的分量，心中暗喜。项宁急得快哭了，奸贼，你要害死朕吗？陛下，我修为不够，这东西只能你来用。我微笑道。项宁看着手中的玉玺，感受着上面的余温，再看嘉靖那枚华而不实的玉玺，终于读懂了我的眼神。2枚同样刻字的玉玺，一真一假，而我笃定嘉靖手里的是仿品。台下3000儒生议论纷纷，有人轻视项宁，有人已迫不及待想投靠嘉靖。嘉靖不耐烦地沉声道：“楚帝为何还不动手？若是自知不如，干脆举国归附朕的大名，朕许项氏世袭王爵，永享富贵。”这话更让儒生们鄙视项宁，连楚国儒生都羞愧低头。项宁却无视嘈杂，紧盯着我：“朕可以相信你吗？陛下只管出手，任何后果我来承担。”我压低声音道：“我的玉玺是系统正品，嘉靖的不过是高仿。”项宁咬牙：“若朕成了亡国之君，你要陪朕殉国，不许做二臣。行，我答应你。”我无奈应下，他反倒笑了，让开朕要与嘉靖斗法。项宁斗志昂扬，右手握霸王枪，左手托着我的玉玺，威风凛凛。嘉靖冷笑：“呵呵，自取其辱。”项宁不废话，以枪尖顶起玉玺，耗尽全身灵气将其送入天空。玉玺朝着苍穹映去，竟也显出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8个字，众人皆惊。2道同样的字迹在苍穹争斗，嘉靖的印记看似宏大，却被项宁那蜻蜓点水般的印记击溃抹去，唯有我那玉玺的字迹逐渐扩大，清晰入心，这才是真正的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我笑道：“不知是谁先跪下？”楚国儒生紧随其后，3000儒生大半跪倒，其余人眼神也变得复杂。吕春秋开口：“恭喜陛下，此次3地会盟，获胜者是楚国。”嘉靖怒火中烧，他忽然想起吕春秋为答复归顺之事，再看吕春秋对项宁的恭顺，瞬间明白吕春秋降了楚地。盛怒之下，嘉靖化作一道明黄龙气，直扑凌厉透支的项宁。项宁绝望之际，我淡淡开口：“吕春秋护驾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厚重屏障将我们包裹，明黄龙气撞击后消散，项宁毫发无损，吕春秋挡在身前，头顶悬浮着吕氏春秋，如道防御至宝。哼，嘉靖一击不成，冷声道：“吕春秋，你真要与朕作对？本侯非陛下对手，但拼死能护楚地归国。”吕春秋额头冒汗，却态度坚定。嘉靖权衡利弊，终究不愿得罪天下儒生，沉声道：“今日看你面子，朕放过楚地，但有3个条件，陛下请讲。第一，今日之事不得外传；第二，吕氏10年内不许公开归顺楚国；第三，楚地单方面宣布不再举办3地会盟。”吕春秋看向项宁，我替他应下，陛下的条件，我大楚都认。项宁气得眼眶通红，却无力反驳。嘉靖冷哼一声，带着仪仗离去。随后汉帝刘协也低调离开，数百名儒生连夜追向大明方向。吕府中，我看着窗外道：“人性终究是逐利的。”吕春秋苦笑：“会盟后本侯要开讲1月，如今看来，听课的儒生只会越来越少。”他说着，头顶的吕氏春秋自行翻开一页，那页纸自然成灰。等最后一页燃尽，天地间再无吕氏春秋了。我瞬间明白，这是他抵挡天子之威的代价。数日后，楚地仪仗离开吕城，吕春秋送行100里便止步，龙辇上坐着我、项宁和吕福宝。吕福宝将为皇贵妃，搭乘龙辇是大楚对吕家的承诺。行至半途，刘备挡路求见，奉汉帝之命催婚并呈上秦末第1种图，邀请项宁共探，宝藏平分。项宁看着地图迟疑不定，转头却见我在龙辇上酣睡。吕福宝凑上前：“陛下，臣妾做了皇贵妃，也要喊范大人。相父吗？臣妾丢不起人。”项宁无奈道：“你喊他进宫便可。”说着满脸挫败。抵达彭城，城中张灯结彩庆功，文武群臣出城远迎。路过范府时，我丢下一句：“罚了庆功宴不参加了，径直回家。”刚进门，大哥范正明便说：“二弟陛下战胜嘉靖，早晚对您不利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”老三范纯也附和：“昏君放肆，不如反了他。”小妹范月华更是提议将二哥的孩子与皇子偷梁换柱，将来皇位归范氏。我连忙安抚，一头扎进练功房。练功房中，我用替身娃娃召唤出第2具分身，与第1具一同修炼。如今第1分身已达炼体境5品，我自身也突破至6品，可我仍嫌太慢。汉帝约定2月后探1种，提升实力才是关键。与此同时，皇宫庆功宴后，皇太后将项宁拉进交房殿，屏风后走出大汉长乐公主刘曼。臣妾大汉长乐公主刘曼拜见陛下。刘曼跪地后自行起身，气场强大，让项宁倍感压迫。皇太后笑道：“咱们3个女人开门见山聊大婚之事。”项宁越发觉得自己像个提线木偶。我闭关1月有余，期间不断收到消息，项宁罢免范氏亲近的9卿，抽调卫戍军30%兵力外出。我直觉此事并非项宁所为，选
选择静观其变。半月后，乌骓来练功房见我，看到3个一模一样的我，他神色平静。楚太祖项羽也曾有分身，不足为奇。我将自己的传国玉玺丢给他，乌骓双手接住，主人是天子命格，这玉玺品相比楚太祖的还好，你找我何事？请主人赐药。他想要续命丹，我正无奈拒绝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发布任务：后宫不得干政，致使皇太后染指朝堂，奖励2颗中品续命丹，每颗延寿1年。我心中一喜，对乌骓道：我有中品续命丹，不过要先处理一个麻烦。大楚皇太后。乌骓眼睛一亮，请主人吩咐。乌骓为主人清除麻烦。此时皇宫正殿，文武百官上朝跪拜。项宁刚要开口，却见皇太后垂帘听政。陈公公高声宣读旨意：治肃内史公孙欧，胡记校尉郭陵，无甚功绩，才干平庸，即刻免官削为平民。2人跪地喊冤。公孙欧哭诉自己梳理国库有功，郭陵辩解自己战功赫赫。项宁尴尬不已，试探着请皇太后退朝，却被拒绝。陈公公突然出手，瞬间震断公孙欧经脉，又捏碎郭陵元婴，2人皆成废人。朝中文武吓得噤若寒蝉，项宁也心生恐惧。这时宗正立本，皇太后母族，项宁后母族，项宁舅舅出列，微臣立本有事启奏。宗正请说吧。项宁无奈道：是立本朗声道，大王爷近日于离火宗学成归来，一身修为已达到元婴期。大王爷，项宁听得愣了几秒，似乎因为记忆太过久远，一时没想起对方是谁。群臣也交头接耳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是他。项宁好不容易想起来，脸色却瞬间难看了几分。所谓大王爷，是他同母异父的亲哥哥。大楚民风开放，女子与丈夫合理改嫁，也是属于平常之事。但是项宁的母亲，当今皇太后厉氏，却是楚国女子改嫁的第一人。厉氏出身寒微，却因为天资极高，幼年时被一位修行大能收为弟子。等到厉氏出师时，已是楚国艳名远播的女秀。当年追求厉氏的人极多，她最终嫁给了大楚皇室旁支的一人，如此厉氏便成了大楚皇室宗亲。因厉氏的师承极高，即便她出身寒微，与大楚皇室也算门当户对。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在婚不久后便与丈夫和离。又过了不久，她竟然被先帝选入皇宫，成为先帝宠妃。当时有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厉氏入宫时已经怀有身孕，所以先帝是在等待厉氏产后休养数月才宠幸了她。饶是如此，先帝对厉氏也几乎到了交房专宠的地步。项宁是先帝的亲生骨肉，但只是厉太后的第2个孩子。项宁的哥哥名叫项冲，在项冲出生后不久，他的亲生父亲在边境作战，并且意外战死。最初项冲被养在皇宫里，先帝为表示对厉氏的宠爱，给了项冲等同于皇子的待遇，只是没有名分。但私底下伺候项冲的奴才们为了讨好主子，却都称他做大皇子。等到先帝驾崩，大皇子自然升格为大王爷。年幼时的项冲因为身份尴尬，由厉氏主动建议将他送去离火宗修行。离火宗实力强大，是公认的一流宗门，但最重要的，离火宗与顶级修行圣地梵音净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传闻离火宗现任宗主其实是梵音净土某位大能未公开的丈夫，而这位神秘大能正是厉太后的师尊。宗正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项宁脸色难看道，在朝堂上提及他同母异父的哥哥。项宁身为大楚天子，内心也是不开心的。厉本答道：我大楚正是用人之时，大王爷修为精深，雄略远图，若由大王爷入朝辅佐陛下，我大楚国运必然蒸蒸日上，未来说不定还可一统天下。厉本声音洪亮，回荡在皇宫正殿之内，他脸上洋溢的激昂神情，似乎在印证这番话。项宁却被气得浑身发抖，这是什么混账鬼话？项冲只不过是元婴期而已，就算比朕强些，又怎么可能让大楚一统天下？厉本平日低调，今天竟敢在朝堂上语出惊人，分明是受人指使。项宁越想越是心惊肉跳。厉本身为后族，能指挥他的人，当然只能是当朝皇太后，自己的母亲。母后有事竟然不与朕商量，难道朕就不是他的骨肉？项冲说到底也是朕的亲哥哥，如果要在朝中给他安排职位，母后只需私下与朕提一句，朕岂会不答应？项宁沉浸在抑郁的情绪中，一时忘记回话。陛下宗正的奏请，你是否答应？突然，藏身珠帘后面的厉太后开口了，语气阴柔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项宁心惊，他下意识地答道：兹事体大，请母后容朕三思。三思宗正大人所奏，实是利国利民的良策。陛下连这么简单的政务都处理不好，果然是不够成熟。依哀家看，让你皇兄入朝辅政，此事必须立刻执行。厉太后说完，皇宫正殿之内鸦雀无声，百官不敢言语。项宁已是脸色惨白，他终于明白自己真的只是母后施展权力的工具。皇权即便没有被项权压制，也仍逃不过被后族欺压的命运。陛下下旨吧。厉太后悠悠道。厉太后再怎么强势，终究不能越过皇帝。以太后一纸干政，是项宁心中有10000个不乐意，但终于还是妥协了。他不想说话，只是对着陈公公点头示意。项宁知道老太监肯定早就准备好了讣告，只是连项宁都不知道太后究竟为项冲准备了什么官职。奉天承运，大楚皇帝诏曰：皇兄项冲，人品贵重，才德无双，可堪大用。今特旨加封项冲为摄政王大臣，总理大楚军政一切要务，未过3公，再次皇城骑马，入朝不屈，暂拜不明。见履上殿。陈公公一口气唱诺完，项宁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凭什么？项冲在离火宗修行多年，对大楚可谓寸功未立，他刚一回大楚，居然就封王爵，而且摄政王大臣摄政。项宁即将年满20，又不是儿皇帝，怎么会需要摄政王？这种堪称侮辱性的配置，母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强压心中的愤怒与委屈，低声询问隐在珠帘后面的厉太后。厉太后却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，她只淡淡道：陛下已经宣旨，天子一言九鼎，不可反悔。这项宁还想争辩，却看见一道伟岸身影从宫殿外走进来，来人身穿黄金战甲，手持一柄巨剑，气势如同战场霸主，十分的威风。有人忍不住惊呼：这是霸王战甲！太祖项羽昔日曾经穿戴他征战
占天下。又一人道：怀王之剑，大秦灭亡后的第一位天子，怀王的佩剑天子剑。项宁终于看清了来人的身份，是项冲。他双拳紧握，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。项宁是因为项冲身上这2套装备而愤怒。怀王之剑、霸王战甲这2件宝物都收藏在我的楚皇宝库之中，一定是母后开启宝库，将宝物交给大哥。这是我大楚仅次于霸王枪的重宝，母后怎可如此？项冲昂首阔步向前走，他越过百关，登上御阶，居然径直站到了项宁面前。项宁正要说话，项冲突然压低身子，在他耳边低语：宁妹，你不会为这点小事生大哥的气吧？项宁气得双眼通红。就在此时，一道